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3个穴位，这3个穴位配伍在一起就可以去改善咱们的高血压。为什么这么神奇呢？因为这3个穴位你按压以后它会让我们的血管进行一定的扩张，从而让我们的这个血压降下来。但是这里有一点要值得注意，就是说穴位它这种外治的方法它永远不能取代咱们的药物。就是说你该吃药的时候还是要吃药，然后呢，你按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去医院去找医生检查，可能症状缓解了，那么你的药物的配方也会得到一定的替换最终还是遵循咱们的医嘱。好，我们来说一下哪3个穴位吧。第一个穴位就是咱们的合谷穴合谷穴的位置就是在这儿。咱们这个手把它并拢你会发现有一个这个痕迹咱们就顺着这里去按压这个位置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合谷穴合谷穴。咱们把这个手大拇指点进去以后点揉。合谷穴是一个非常好的穴位，也是非常好的养生穴位。我们没事就可以把手去点进去以后去按揉按揉咱们的合谷穴，它可以改善咱们头面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有一些头疼脑热牙齿疼痛，你按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非常好，养生好穴所以咱们没事就点进去，然后揉一揉，点进去揉一揉。至于时间，一般来说的话，1分钟到2分钟一天吃1两就够了。第二个穴位就是咱们的曲池穴大家可以看一下怎么去找。首先我们手臂弯曲90度，你会看见我这里呢就是有一条这个纹路咱们一般就在这个纹路的尽头，大约在这个点咱们按压就行了。按压进去按压进去这个地方呢就是咱们的一个曲池穴我们点进去以后一样的手放松你看揉会非常的酸。这个穴位不单单它可以去作为一个高血压的一个改善穴位，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网球肘这个肩肘不好你可以按曲池这个穴位也是非常好的。最后一个穴位呢就是咱们的百会穴。百会穴这个穴位呢，它其实门道非常多的，以后有机会慢慢给大家讲。那我们这里呢是把它作为一个配伍的方法，但是我们取穴不用那么精准，我们只要把手扣在这个头顶的中间你看头顶的中间，我们把手4个手掌按压进去以后按压进去以后来回的揉动来回的揉动，很酸很胀我们正时针咱们去揉一个30下左右，然后逆时针再揉一个30下左右揉完以后你会发现咱们的这个头突然就是很清醒，眼睛可能变得更明亮这3个穴位把它配伍起来，它就可以很好的去让我们的血管进行少许的扩张，降低咱们的血压如果说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一个这个降压掌的视频就通过手掌去降压，那个效果也非常的好。所以这2个方法呢，咱们把它配合起来交替使用，对于这个血压这一块就能带来很好的改善。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合谷穴第一个穴位没事多按第二个穴位曲池穴曲池穴咱们揉一揉揉一揉2只手都可以揉都要做。最后一个咱们百会穴揉一揉。那么这3个穴位呢，希望大家记住。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的视频里面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更多的人。好，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法，去帮助我们改善肩关节怕冷畏寒这么一个问题。其实肩关节怕冷畏寒真的是困扰了很多的人很多人他经常去刮痧，包括拔罐，效果也不尽如意。那么今天这个手法你做完以后，你会神奇的发现这个肩膀暖乎乎的，非常舒服。而且如果你有肩周炎的话，你去做这个方法还能改善咱们肩周炎，让我们的肩膀更加灵活，降低我们的疼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做。首先我把这个袖子撸起来，撸起来以后咱们去摸哪呢？去摸咱们这个肩膀肩膀这边你去摸一个骨头硬硬的骨头，这个骨头呢咱们叫做肩峰咱们这个今天按揉的几个点就是顺着咱们的这个肩峰慢慢往上走，环绕整个大臂一周给它按揉过来我们先按揉一下从最后面最后面开始，大约的位置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你会摸到一个硬硬的骨头其实位置其实大差不差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那么讲究，说要找得非常精准。你去把这个后面用手指按压下去以后，会非常的酸非常的胀，那这个点就对了。
咱们手压下去啊，手指点进去，压下去以后啊，看压下去以后，然后来回的按揉啊，按揉，大约揉一个10圈啊到15圈左右啊，再往回一指啊，往下按啊，10圈到15圈啊，最后啊往中间按，每个点都按一遍啊，10圈到15圈。这我们做讲解，我们就不按那么长，但是我们自己如果做的话，一定要揉到位啊，最后到前面最前面的这个距离，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一圈啊都要给它松懈下来。好，最前面也是10到15下，这个是帮助我们去缓解我们深层的一些肌肉啊，然后呢，这个可以很好的去改善咱们的这个肩周，然后呢。做完这一步以后啊，第2步就是咱们要捏皮，要把皮捏起来。但是我们现在你看我捏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比较紧。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把这个手啊，你看我要把它架在这个桌子上面，人要像我一样俯身，然后你再看啊，这个皮你看一捏一揪，它就起来了啊。我们一样的，还是从最后侧啊揪到前面啊，看好啊，我们把这个皮揪起来。反复的在手下搓揉啊，你看揪起来以后啊，反复的搓揉，大家再换个角度看一眼啊，揪起来以后啊，反复的搓揉。注意一个细节，我们手搭在桌子上的时候啊，它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肩膀放松。怎么样去衡量这个放松的指标呢？就是我把这个手搭在上面以后，你去看啊，这个啊，去搓下去以后，你感觉这个手下的肌肉是硬的。啊，那证明你肩膀没有放松啊，即便皮能捏起来，效果呢其实就也不是非常的好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变软，完全变软，上半身完全放松啊，摸起来这个肌肉啊已经变软了以后，你看我在手下这个肌肉都能捏起来。好，我们开始从后面捏起来，来回的提啊，在手下搓揉，提起来搓揉啊，提起来搓揉啊，再来，你看这个皮一捏就捏起来了啊。来回的在手下搓揉啊，我们每一个点啊，你看我从这边拉过来，每一个点咱们都提起来晃个5到6次啊。每次晃的时候啊，手下就配合这种搓揉的动作，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去把咱们的这个皮下的这个筋膜层啊给松开，同时把里面淤堵的一些毛细血管啊给它疏通开来啊。然后呢，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气血啊就能去往我们肩膀上去供应，然后就不会去出现畏寒了。如果你是那个很长时间的老寒肩，做完以后啊就会有改善，但是这个改善效果还要坚持。如果你只是轻微的，一般单次就能见到效果啊，单次就解除了这个症状了。好，我们继续做啊。祛寒主要是这个动作啊，之前我们那个动作主要是放松，去针对肩周炎啊，就这样搓提，你看搓提起来啊，提起来，然后我们做一个4圈左右，就是1、2、3、4啊，4下左右。做完以后啊，你的这个肩膀啊会非常的热乎啊，非常的热，效果也非常的好，而且做完以后肩膀会非常的轻松。好，就这样。好，然后做完以后啊，咱们把这个肩膀啊稍微活动一下，你会发现，哎，这个肩膀就很轻松啊，非常的轻松，而且它这个皮下面会有一些疼，微微的刺痛感，但这个刺痛感呢，并没有不适，最起码对比你这个肩膀畏寒来讲的话，那真是好了很多很多。而且有些人做完以后啊，它有些效果以后，这个皮下就开始发热，你用手去摸2个肩膀的温度，你会发现这个做完以后啊，这个气血就上来了，里面就开始发热啊。这个呢，就是说明咱们做到位了啊。最后总结一下，咱们第一步先从后面啊去把它放松，每一个点啊揉一揉啊，揉一揉，放松，主要以放松肌肉为主。第二步，咱们这个肩膀呀抬起来，架在一个高一点的桌子上面，或者我们身体一趴啊，然后就把这边给松开来啊。这个方法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啊改善我们肩膀的这个湿寒之气，去除我们的湿寒，同时缓解我们的这个肩周炎症状，效果是非常的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好，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家人，他们肩膀不好，分享给他们，他们会非常感谢你。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那我们很多人在家养生的时候啊，经常会去给自己做艾灸，或者给自己拔罐。但是你问他为什么要去艾灸，为什么要去拔罐呢？他可能就告诉你是祛寒啊。但是很多人啊，这个它的效果啊并不是很好啊，无论是拔罐还是艾灸，效果并不是很好。它是因为方法出问题了吗？其实方法是很好的方法，就是因为
你没有对症啊，没有对症以后啊，它这个效果啊自然就会差。但是你对症以后啊，那你如果说看了这期视频以后，学会去对症去下手了，那你这个效果往往是事半功倍。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讲。首先啊，咱们来讲一下拔罐。拔罐呢，它其实说白了就是去通过咱们的负压啊，去把这个毛细血管啊，可能去挤破，把一些垃圾啊去吸到咱们的体表上啊，去减轻咱们肌肉的一个张力啊，达到一个舒缓的效果。所以说拔罐呢，它可以去缓解啊，比如说我们肩颈僵硬啊，或者腰部僵硬啊，它作为一个缓解是非常好的。但是长期去拔罐，一有问题就去拔罐，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行为啊。因为长期去拔罐，你可能没见过，像我做的比较多，很多人啊，这个背啊上面都有类似于像老茧这个皮肤啊，摸起来都是像铁板一样的，很硬的，这就是长期拔罐和长期刮痧的一个副作用。那第二个呢，咱们来讲一下，就是艾灸。艾灸也是常见的，很多人去做的这种，头上啊灸一灸，对吧？这种方法呢，其实它是什么？它是属于一个温通啊。什么叫温通呢？就是说，比如说我感觉我脖子啊有点不舒服，我通过艾灸啊，我可以把皮下的一些血管啊给它进行一些扩张，让里面的一些杂质啊更快的可以代谢走，然后让我们的筋膜呢去得到一些缓解啊，或者说我哪里感觉冷，通过艾灸啊，通过这个热量去得到缓解。所以艾灸呢，它是温通。那这种温通呢，它一定要去配伍。比如说我艾灸完了以后，我就要去按揉啊。我艾灸完了以后啊，我可以去擦点药啊，因为毛孔打开了嘛，擦点药。所以艾灸啊，它一定要去配伍。你单独去做艾灸的话，作为养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但是你如果说想要去更好的改善，一定要配合一些手法啊，一些穴位啊，不单单是灸，你还得按，这样效果才好。那第三个呢，就是锤击，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锤啊锤。那这个锤法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缓解疲劳啊。你比如平常我们在家里面啊干活干累了啊，我们去锤一锤缓解疲劳，这个方法就行了。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其他的功效，包括我们现在市面上所见的这个筋膜枪去扣击去打，它都是缓解疲劳。你让它去治疗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你比如说我肌肉下面有一个结节，你摸着一个小疙瘩，你通过锤想把它锤散，不存在，知道吧？所以锤它只是缓解疲劳。比如说我们肩颈僵硬了，工作累了，我们锤一锤缓解疲劳就可以了。你指望它去做一些其他的事，那就不现实啊。第四个，按压。按压呢，它是属于治疗的疗法一种。按压呢，咱们讲了，就是说叫缺血性按压，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咱们的按压，这个强大的一个渗透力啊，可以把肌肉当中的一些筋结啊，去把它这按散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咱们脸上有痘痘啊，把它挤出来一样。所以按压的方法啊，它往往是针对什么呢？我们肌肉当中有一些酸痛点，有一些肌痛点，有一些更深层的一些地方，它是可以去直接达到去除这个病灶啊，直达病灶，去除这个肌肉上面的一些问题。按压呢，也是我们经常去教大家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方法它的短期效果可能按完以后会有一些疼，可能第二天都有一些疼，但是你过个3天4天以后，你会慢慢的发现，哎，这个手啊原来疼的，现在不疼了。它是一个长效很好的方法，所以我推荐大家哪里难受了以后，找到点，然后你去按压。按压以后啊，一定要是深入的、持续的按压，千万不是按一下松，按一下松。深入是什么呢？要透到肌肉里面啊。持续呢，就是说持续发力，保持一个30秒到60秒钟，这样的按压才有效果。而且在按压的过程当中，你会把一些这些不好的肌肉啊，给它按坏掉，然后呢，身体里面一些机能啊会自动过来修复，把一些这个肌肉啊再进行一些重组，让它变成更好的肌肉。所以按压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是推荐的。然后就是拍打，很多人就拍，对吧？拍手肘，拍哪里？这个拍打是什么呢？拍打呢，它是促咱们气血的循环啊。拍打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如说我的这个手啊畏寒，我感觉我的经络不通，我就通过拍打来去做。这个拍打啊，它就比锤击要好。锤击呢，它是作用于肌肉上，缓解咱们的疲劳；拍打呢，它是更多的去促气血循环。什么人去做拍打呢？就是运动又少，没时间运动，但是感觉自己的身体又虚，那你要多做拍打。
这个拍打的方法就非常好。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捏皮啊，咱们讲的捏脊啊，捏脊的方法我们之前做过视频啊，捏膝盖啊，捏肩膀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把你皮下的一些粘连的一些筋膜啊，给它拉开来，通过捏皮啊把它拉开来，拉开来以后，再通过皮下的手上的捻法，把这些毛细血管当中一些不好的啊，这个营养供给不上的这种毛细血管给它挤破，让这个组织啊再重新把它修复好啊。所以捏皮它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气血啊浮于皮表，让我们胃寒的地方啊去得到一些这个释放。所以说捏皮啊，它更适合我们去这个比如说关节寒凉啊，咱们就去捏一捏啊，哪里寒凉啊，咱们就去捏一捏，捏皮能带来很好的这个效果。所以综合以上几种方法，像这个拔罐它是有治疗作用的，但是呢，这个艾灸啊，还有咱们的那个锤击啊，它呢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让我们身体达到一个更舒服的状态啊，让我们的肌肉放松。它一般是要配合其他的方法去做，切不可以把它作为一种主要的方法啊。然后我这里推荐的话，就是咱们的压揉啊，压进去啊，去揉啊，还有拍打、擀皮啊，这3种方法都是很好的啊。拔罐呢，因为自己在家毕竟很少拔，都是去外面店里面拔。那我们这边就要注意，就是什么呢？不要把它当成一种习惯，没事就去拔罐，没事拔罐啊，这样不好。好，那今天的视频呢，其实就是一个把一些常见的一些家用的一些方法啊，去把它讲出来。哦，最后对了，还有刮痧啊，很多人去刮痧，刮痧其实也分的啊。这刮痧其实它和拍打一样，它还有包括和擀皮的效果一样，它都是把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啊，去给它去疏通啊，搞破，然后让里面的机体啊再进行修复。啊，修复完以后，你这个痧慢慢就退去了，那可能就好了。刮痧不要经常去刮，偶尔去刮一刮很好。你经常对某一个部位经常去刮，比如说我这个膀子老寒凉，我总是去刮膀子，那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你这个耐受度变低啊。比如原来刮一次好个7天，再刮一次好个4天，再刮一次好个3天，后面你就天天要刮，不刮就难受，这样也不好。所以说刮痧一定要和其他的方法也要配合起来，可以和擀皮也配合起来。然后呢，治疗不要常做，要给身体休息的时间啊。穴位的保养另算啊，治疗千万不要经常去做，一定要给穴位的这个身体啊修复的时间。其实说白了就是治疗啊，就是损伤啊，损伤啊又是治疗，这就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境界了。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啊说的有点多，说的有点杂啊，因为我想啊把更多的知识啊给大家。让大家啊知道这个自己啊需要用什么样方法去应对自己身体的症状。好，那我是大伟，希望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方法，可以很好的提高咱们的免疫能力，然后去改善咱们的亚健康症状啊。如果你的身体是非常虚弱的那种，一年四季啊经常生病，那咱们啊这个方法一定要多做一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感冒发烧就很少来找您了，身体啊也慢慢的健康起来，精神状况都变好了啊。我们做这个方法之前先讲一下，那很多人就是可能以前听过冷水去洗脸啊，或者说洗脸的时候多搓揉脸部，可以去提高咱们的免疫力啊。这个呢是很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我们面部啊其实有很多穴位啊都可以去激活咱们的一个免疫系统。那我们今天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就怎么做呢？就是顺着咱们的鼻骨两侧啊，去往上去推啊，推到咱们的这个眉骨啊，顺着咱们的眉骨啊往旁边拉，最后在这个太阳穴这里啊去停留啊，停留大概10秒。我们来慢慢讲细节啊。首先，我们把这个手啊放在鼻翼两侧，然后顺着这个鼻骨往上推，注意。是你这个手啊，要夹着这个鼻骨啊，千万不能推皮肤啊，夹着咱们的鼻骨慢慢往上推，哎，推到上面这个眉骨啊，你会摸到一个骨头，这个就是眉骨啊，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眉骨慢慢往两侧滑，你看我的速度是很慢的啊，慢慢顺着这个眉骨推啊，推，哎，推到脑门两侧了，对吧？这大约是太阳穴的位置啊，咱们这个手啊就开始往中间去夹，你看，把我们的太阳穴往中间一夹，好，定住10秒钟啊，就往下夹，不要动了，定住10秒钟，你可以轻轻的揉一揉啊，10秒钟以后手一松
你会立马的发现，就这么做一下，你会立马发现眼睛亮了，头轻松了。那我们经常去做，对于鼻子上面有一些鼻炎呐咱们这个免疫力差的、系统差的去做，就能带来很好的改善。好，我们再做一下啊，鼻骨往上去推到你看眉骨处啊，推到咱们的眉骨处，看我的手啊，往两侧慢慢的扩张，整个过程是微微发酸发胀的啊，这个你就做到位了啊。然后推到两侧，你看，滑到太阳穴的位置了，对吧？然后开始按压，看这个手啊，你看这个手按压进去，保持住啊，10秒钟左右，好，手一松，再来继续做啊，咱们慢慢的滑，你看这个手在这边就变了啊，顺着眉骨往两侧去推，滑，最后回到太阳穴这边夹紧啊。做完以后啊，眼睛明亮，头轻松，鼻子呼吸顺畅，而且免疫力还提高，就这么4大功效，就是你这么每天，不用每天吧，就是你这样做一个3到5下就有了。那我们每天建议是10下左右啊，每天建议推个10下啊。你可以在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洗完脸以后去推一推，也可以在你工作疲劳以后啊去推一推。这个方法还是非常的好。那么我希望大家把这个方法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受益啊！大家每天做一做，把身体的变得更好。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啊，我的视频里面很多内容啊，可以帮助到大家。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很多人啊手上没有力气啊，做点事啊抓东西都抓不住，甚至这个手上出现畏寒，没有气血啊，有的人啊还有一点浮肿。那这种症状啊，我们统一称为就是气血不通。今天呢，教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有2大功效。第一个，去帮助咱们把上肢的气血啊给它疏通开来；第二个功效呢，就是去帮助我们啊降低咱们的血压啊，有2大功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那首先啊，我们以我们的这个手掌小臂这一面为主啊，我们要把这个肌肉啊朝两边去给它推开来啊，就这样去把它推开来。那么在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啊，我们手啊一定要是放松的啊，柔软的放松的，就像我这样啊，你看我去推的时候啊，是往两侧去拨，是压下去以后往两侧的拨。如果是经常看过我视频的朋友们，一定会发现这个视频就是我们台湾的那个降压掌后面的那一段，没错，往两侧去拨，就是为了让你的皮下的这个血管打开这个空间，有更好的这个通道，让你的气血变得更加运行。所以当我们在往两侧拨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手就开始发热了，而且非常的快啊。我先把这一侧给往边上去拨，拨完了以后呢，咱们里面这一侧啊，因为里面这一侧我这样去拨就不太好发力了，我们就手就要放下来，你看放下来，这样去拨，看好啊，这样去拨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演示一下，那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手一定要放松啊，一定要放松去做啊，放松去做，放松去做。那我们从这个掌根啊到手肘，咱们从上到下算1次，我们要拨一个10次左右啊。你看这样是1、2、3啊，拨完了以后，再从这里开始1、2、3啊，一直拨啊，10次。拨完了以后啊，你会发现你这个手啊就开始发热了啊，感觉有气血往上冲。这个就说明咱们做到位了。然后呢，第2步啊，咱们把这个肱二头肌这个位置啊，咱们要给它揉开来啊，一定要揉开来。这个位置揉开有哪些好处呢？第一个呢，它会对我们的这个心脏啊有一定好处；第二个呢，它可以去缓解啊咱们的肩颈不适也有帮助；第3个啊，它对我们这个圆肩驼背啊也有帮助啊。所以说我们肱二头肌啊，一定要给它放松啊，把它慢慢揉，从下到上啊算1次，咱们肱二头肌啊也揉个5到10次啊，把它放松就可以了，就是压进去揉啊，放松。最后一步啊，最后一步也是非常简单的一步了啊，就是做完前面2步以后，咱们把这个手啊，看这个拳头是这样的啊，这样的去抵住咱们的胸大肌啊，就是压进去，就随便找个胸口的位置，把它往下一压，压进去以后啊，注意看我的手开始甩手。往后甩啊，往后甩，这个手啊压住以后，微微的啊往下拉一点点，往下拉一点点，然后往后甩。你在往后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肌肉啊绷得非常的紧啊，像根弦一样的，你就让你的手甩不到后面。但是咱们依然要这样去做，
我们甩手多少下呢？我们甩手100下左右啊，100下啊，就往后甩。这个手一定要去压紧，千万不能松。你一松啊，它这个就没有阻力了。你要有什么感觉呢？压紧了以后，往后甩的时候，哎，这个手有限制，甩不过去了，这就对了。这个啊，咱们在甩的时候啊，就把这个肌肉和筋膜啊给它分离开来了啊。然后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半边身子是整个半边身子啊都会非常的轻松啊。咱们甩。最后总结一下3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咱们拨啊，以拨为主。是为了释放咱们血管空间。第二个啊，咱们去按压咱们的肱二头肌啊，压揉啊。最后一个就是甩手啊，左右手都要做啊，左右手都要做。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手上没力的有力的，手上怕冷的不怕冷的啊，然后这个上半身整个伸展都非常轻松。那这个方法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啊，大家根据自己的状态啊去做一做，没事也可以做作为养生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可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让他们呢也在这个方法当中受益。那我是大伟，今天视频啊咱们就讲到这里啊，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啊，可以帮助大家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现在啊久坐的人非常多，咱们坐久了以后啊，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气血啊受到一些阻滞。那么很多人啊，他下肢的气血啊运行一直不畅，甚至自己能感觉出来下肢出现这种浮肿。啊，这个大腿和小腿都没有力气，甚至到后面以后，咱们的这个关节炎啊，比如膝关节出现了一些问题，踝关节出现问题啊，脚趾出现问题，这都和咱们下肢的气血不畅有关。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了2个方法，去让我们的这个气血往下走，也就是说气血下行啊，去增加咱们的这个下肢的一个血液流量。帮我们把身体里面的一些杂质、一些垃圾给代谢走，而这2个位置啊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一个位置就是咱们的腹股沟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啊，它下面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股动脉啊，是一个大的动脉，也相当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水管。但是呢，它旁边又藏着我们的髂腰肌啊，这个肌肉呢也是非常容易紧张的。当我们的肌肉紧张的时候呢，就会压着咱们的这个大水管啊，水管一受压了以后啊，这个往下走的气血啊，自然而然就受限了。所以很多人出现下肢畏寒、脚底畏寒，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腹股沟这里啊不通啊。第2个位置就是咱们哪呢？就是咱们的腘窝。啊，我经常给大家回复的留言就是说，如果说下肢不好的话，按2个穴位，一个是承山穴，一个是咱们的委中穴啊。委中穴也是很多的医生他去这个喜欢去放血，也是取委中穴。委中穴下面呢就是咱们的腘肌啊，腘肌这个肌肉也是容易紧张，会卡压咱们的一个血管。所以把这2个点啊给它松掉以后啊，咱们这个血管啊一步被卡压以后，被扩张了以后啊，血流量就会往下哗哗的走。脚底畏寒或者关节上面一些问题啊，或者浮肿啊，都能去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做。首先，咱们坐在椅子上面啊，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屁股啊尽量去往前坐啊，整个人呢尽量往后靠，有点像那个把腰给支撑起来、挺起来一样，或者我们平躺在床上，平躺着在床上一样。现在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在椅子上面做的一个示范。那这个时候呢，我屁股往前坐，人往背上靠，然后我腰就悬空了，对吧？然后我要把这个腹股沟啊，咱们这个腹股沟的哪呢？就是这儿啊，一条斜线啊，这个位置啊，把它给松开来啊，然后咱们就开始去按啊，按揉啊，慢慢的按。你会按到有些人啊，他一拨这边有根大筋，那个筋啊又粗又壮啊，咱们这个有这种筋节的人啊，他下肢的气血肯定不好。所以咱们要把这个筋啊给它柔软，咱们就把它这个手啊，注意，经常看我的视频知道，就是说我们讲的按摩怎么按，一定要是压下去以后啊，再来回的揉动啊。这个压揉法啊，咱们一般是隔个一两天做一次啊，也就是说1周啊，不要超过个3次啊，咱们压揉啊，每个点啊，咱们压揉一个3到5下，就是压进去揉一个3到5下。再到下个点揉到3到5下。如果你感觉啊有个地方手下有个大筋很粗、很酸、很胀、很疼，那你就在那个点啊多揉一会儿啊，一定要把那个点啊给松开来啊，咱们就揉。一般正常我们从上到下是1遍，我们正常做个10遍左右，一边的腹股沟就做完了。做完一边以后啊，再做另一边。当然你也可以2只手同时揉，但是如果说力量不够的话，我们建议是2只手揉一边啊，这样揉
啊，找到这个点就开始往下揉啊，这样揉。那我们揉完腹股沟以后啊，我建议大家站起来，然后呢去把腹股沟这里啊从上到下去拍一个200下到300下左右。拍完以后啊，是为了让我们的气血啊更好的往下输送。最后一步就是去解决咱们的一个委中穴的问题。委中穴怎么解决呢？大家来看我这么做啊。我们先看一下委中穴的点啊，咱们的委中穴的点啊，大约就在这个位置，就在你膝盖后方这个横纹这边，也就是说咱们常说的腘窝处啊。咱们不管，咱们就把腘窝处这里啊全部给它松掉。那我们的腿呢，我建议大家脚下可以踩个小板凳，如果没有小板凳也没有关系，脚踏在这个地上啊，呈90度。然后呢，我们的手啊，注意看，要从两侧，你看你摸这边会摸到一根筋啊，你看你这个腿啊，这手这边一抠就是一根筋，内侧也是一抠一根筋啊。咱们从这个筋的两侧切入进去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顶进去，从后方看一下啊，就这样，再这样顶进去以后，往两边左右拨动啊，注意看这个手法啊，顶进去以后看往左拨动。然后往右拨动，但是这个力度啊，始终是去往上去顶压的。好，我从后面做一下给大家看。那可能我因为站起来了，肌肉就会比较的这个硬啊。但是呢，我们做还是这样，你看顶进去以后啊，往左拨动，往右拨动，再往左拨动，再往右拨动啊。再演示一下啊，你看侧面看一下啊，顶进去，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啊，你会感觉非常的酸，非常的胀。那么这个位置啊就按对了。我再把手法做快点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正常做的话就是这样，看来回的拨动，手顶进去以后啊，来回的拨，很快的速度啊，你会感觉很酸很胀啊。我们一般正常是往左往右，一共拨一个200下到300下啊，这个地方啊基本上就通了。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这个血啊就往下面走，脚底啊可能会非常的舒服，或者甚至有酥酥麻麻的感觉啊。如果你有这个坐骨神经这边不舒服了，它也能得到一定的改善。那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方法就是3个步骤。第一个，先把咱们的腹股沟松掉啊，去按揉，去搓揉，然后呢去拍打啊，站起来拍打，站起来，细节啊，站起来拍打。拍打一个200下到300下，然后最后啊就是手进去左右拨啊，左右拨咱们的这个委中穴这个位置啊，把这3个地方给疏通开了，咱们的这个气血啊就可以下行了。那我是大伟啊，大家关注我的视频，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然后大家把这个视频啊去转发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受益。好，那咱们就聊到这里，好，谢谢大家。